欢迎回到老王说，大家好，我是老王。每到初26，很多人都会拜福德正神土地公来祈福求财保平安，他也是清明代表的神明之一。曾经在灵异公社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他有一位朋友很善良、很孝顺，也很单纯。他从小就跟妈妈到附近的土地公庙拜拜，因为妈妈年纪大了，常常要看医生，也在庙里求土地公，让妈妈身体早点好起来。可是某一天，妈妈的病情忽然急转直下，一时间需要去凑10几20万的医药费，他之前存的钱都花在妈妈身上了，根本没有办法。过没有几天，他做梦，梦到一条蛇看着他，他朋友就约他去拜拜啊，因为听说蛇是土地公的化身。停好车，走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一个爷爷拿红包给他，他想说，怎么遇到一个怪人忽然塞红包啊？爷爷就说：你不是要钱？他说他不拿别人的钱，爷爷就笑笑的说：好，你不拿。接着他就上去拜拜了。拜完以后，外面有刮刮乐，他一刮竟然中了20万元。他抬头看那一尊大大的土地公神像，才意会到刚刚路边爷爷的笑容跟土地公爷爷的笑容一模一样。究竟土地公还有什么故事呢？它的起源又是从何而来？今天的节目会有神明揭秘。福德正神究竟是怎么成神的呢？土地公的神明位阶又是怎么样的呢？看完今天的节目就可以知道咯。接下来先让我们说土地公的灵异故事。故事来自灵异公社，还有观众投稿。接下来的故事，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庄连续有人过世，一个星期内离奇的发生3到10起事件，有车祸双亡，也有掉入余温的。我们村庄不大，人口不多，这样就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哦。短短的7天内，怎么那么诡异？一户都身亡2个人，有父子、夫妻，也有兄弟，里头就有我干妈的老公跟他儿子。从家门口出去，一转角就有一家办丧事，再转角又一户商家。传统社会的精神寄托就是信仰，我们信奉福德正神。村长觉得这些事情一定有蹊跷，就用广播告知村民晚上6点，不管是大人小孩都要到庙前集合。大家都到场了，由村长烧香起头，接着有伏击问事，人手一炷香，整齐排列跪拜在庙前。福德宫庙门口，大家跪在一起，彼此间没有一点缝隙。从前大家看庙会乩童操练，都是抱着看热闹沾喜气，而这一次乩童起乩，现场说有多严肃就有多严肃，没有人敢发出一点声音。大家都是手持香跪拜，屏气凝神，一起等着土地公爷爷的指示。土地公爷爷降驾后说，村庄过马路的一座山头有外地人偷采砂石，没有动土破土仪式，挖土机一挖，位置刚好就是村庄龙头，龙头都流血了，村庄怎么可能不见血？于是村长请示了解决的方法我们全村的人连续参拜了3天，而村长也沿着土地公的指示找到他所说的施工处。这个施工处藏得非常隐秘没有土地公爷爷的指示，根本没有人会经过那一边。一切事宜处理好之后，村庄又回到原本很平凡安定的生活，偷采砂石的业者也被抓走了。其实只要你相信，它就是神迹；你不信，谁也说不动你。在我们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仰仗着农渔业生活，精神信仰到现在一天也没有断过。连我自己已经在北部生活多年了，每回去南部找外婆，总是会进去庙里面走一走，跟土地公爷爷说：“我回来看您了。”其实我还蛮幸运的老天爷并没有只给我遇到鬼的体质，还让我见证到神也是有在保佑苍生的。土地公爷爷真的很可爱，也很照顾人民，对吧？接下来我们来说下一则灵异故事。那一年我18岁，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因为刚买机车，当时的我常常跟朋友到处夜冲。1个星期内，我们去了台中的望高寮、月老庙、中科夜景，台中有名的夜景几乎都走过了，但是唯独136的赤坎顶我没上去过，因为听说那边很阴，曾经有人被魔神仔抓走摔下山，被人救起来以后才发现他轮胎都是藤蔓。当时我们在崇德路上的饮料店喝着饮料边讨论等一下要去哪里，
这个时候有人提议说：“哎呀，不然等一下去136啊！”话音刚落，砰的一声，旁边就出了车祸。这个时候我就说：“哎，有点触霉，还是今天就算了啊。”但是朋友们好像都不以为意，有开始说：“哎呀，想太多了啦，碰巧而已呀。”哦，你输了。经不起朋友的怂恿啊，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出发了。出发以后，因为其他3个人骑车经验比较丰富啊，我跟另一位朋友小红就落后了。而我是垫底的。当越往深山骑的时候，路灯也慢慢变少了。到后来只能靠着微弱的车头灯看路哦。在过一个左转弯的时候，我感觉有人从我右边用力的拉了一下，我连人带车往右边倒，沿着旁边的安全护栏摩擦了一小段就摔车了哦。在我前面的小红听到了声响，马上回来看我。那个时候看我的伤口没有大碍哦，机车也还能发，他马上联络其他人，并且约好在某一个弯见面，再一起慢慢骑下山。那个弯啊，有一个明显的广告看板，旁边有一条小路。我们到弯以后，左等右等的都等不到人哦。接着我看到旁边的小路里面有灯光，就进去找人协助。小路里面有个土地公庙，庙门口打着日光灯。有几个老爷爷围着桌子在吃半桌菜哦，我们走过去就借了水龙头清洗伤口。在清洗的时候，那些老爷爷还你一言我一语的骂我说：“哦，年轻人就爱乱夜冲啊！还好是在这边摔车，上面就没有护栏了，知不知道？这里很多阿飘啦，没事别来这里玩啦！现在赶快下山啦，不要等人了。”之类的话。清洗完伤口之后，我们就回到了弯道，继续等人下来。但是怎么等就是等不到人，时间已经凌晨12点了。我们马上想起那几位老爷爷说的话，不要等人了，赶快下山了。我跟小红马上互看一眼之后，一句话也没说，上了机车，慢慢的骑下山了。骑下山的途中，小红时不时回头确认我的状况，但有一次回头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表情不对，之后不止没有再回头，反而越骑越快。那时候我心里想，我都受伤了，太飙哦！我就在后面按着喇叭提醒他骑慢一点，他才放慢速度，但他再也没有回头了哦。后来安全回家后，我做了一整晚的噩梦，内容是什么我忘了，但是我记得我是被我手机铃声吵醒的。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小红打电话给我说：“等一下出来，我们去庙里走一趟。”我问说：“啊，怎么了？”小红说：“出来再说啦。”小红到了外面才跟我讲：“我跟你讲哦，我最后一次回头看你的时候，你右后方出现一个没有五官的人头飞在你旁边啊。”接着小红约我去庙里拜拜哦，说了经以后倒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在拜拜完之后，昨天在山上的朋友打电话来说：“昨天你们跑去哪里呀？我们整条路都没有看到你们呢。”我们昨天就去旁边土地公庙那里借水清伤口啊，那边有一群老爷爷在吃半桌呢，我们等你等到12点呢。我朋友才说屁股啦，快要12点我们就在那边等你们呢，而且旁边的小路根本没有人吃半桌，里面也只有神像微弱的红光而已，哪有可能会有人在那边吃半桌？而且我跟你讲哦，后来我们要下山的时候，有路人出车祸呢，被后面的车子追撞哦，还好我们跑得快哦，不然就出事了。好啦，你们没事就好了啦，拜拜啦。听完我朋友说的，我鸡皮疙瘩瞬间都起来了。拉倒我的是那个人头吗？那庙门口吃半桌的老爷爷们又是谁呢？究竟福德正神的神明位阶是怎么样的呢？他又是怎么成神的？接下来是神明揭秘。福德正神土地公是和人民最亲近的神明，不仅是地方守护神，同时也是财神、福神。左手拿元宝或银锭，右手持拐杖或如意，总是一脸亲切的面对众生。究竟福德正神是怎么成神的呢？在上古时代就已经有记载，人们会拜天，也会拜地，是一种崇拜大自然的心态哦。真正将土地变成人格化是从战国时期，当时还不叫做福德正神，叫做社。为什么叫做社呢？因为士代表神，土字边代表大地，所以称之为社。到后面才转变为社神，但是真正变成福德正神，其实有非常多种说法，然后就挑出其中2种说法让大家听。第一种，
周朝大夫张福德，他从小就非常聪明，36岁就当官了。他当官爱民又清廉，所以人民都非常的爱他。整整当了66年的官，在102岁的时候过世了。后来接任的人叫做魏超，他非常的贪财又横行霸道。百姓想起以前的张福德，就觉得十分怀念他。忽然有个人他很穷，梦到了张福德。张福德要他在田上叠3个石头，并开始拜。结果这个穷人竟然变得超级有钱，于是建庙塑金身膜拜，并且将其称为福德正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路上看到石头叠着，就很有可能是简易的土地神庙。第二种说法，在西周时期有一名官叫做唐勋，他因为生病过世了，要将棺材送回老家。他们家的管家张福德陪着唐家少爷唐萧一起回去，一路上遇到猛虎，又遇到了蟒蛇攻击。张福德2次舍身救主，虽然杀了猛虎跟蟒蛇，但也因此身负重伤。后来抵达老家以后也过世了。唐萧为了报恩，亲手设了神位福德镇魂香位，每天都拜。后来唐萧因为做生意做得超好，富可敌国，大家才问他到底怎么办到的。他才说他都拜他的管家张福德。后来就连当时的摄政王周公都梦到了张福德，告诉他怎么样让国家富有，照着做，国家还真的富有了哦。于是摄政王就奏请周成王在8月16日封张福德为福德正神，并让他统领山中猛虎跟灵蛇，成为土地之神。所以才很多人说土地公的坐骑是老虎，蛇则是他的使者。很多人都知道，梦到蛇可能是土地公要找你，因为蛇是土地公的化身，也有些是土地公的兵将。入梦呢，是想要提醒你去庙里面找他，而且据说只要是梦到被蛇咬，绝对会是有大财出现，要赶快去找土地公询问清楚哦。当然啦，刚刚说的起源有部分跟历史都不上，因为在周代的典籍中没有任何张福德的名字，或许朝代不同吧。但老王认为肯定有张福德这一号人物，而且他一定和从商有关，才会一直流传至今，让很多公司行号都会一直拜他。但是其实福德正神就像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情况一样，这个位阶会有非常多人去做。可以把福德正神当作是领长或者是里长，任何事情都可以去通报，而且每一任福德正神都有任期限制，并且是由玉皇大帝指派，只要你是有福有德之人，都可能被派去任职。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升级成为福德正神呢？老王收集了非常多资讯，带来了这些总结，或许和你想象中的不同，但也非常欢迎你理性提出你的观点哦。对于福德正神的职位，除了有福有德之人以外，我们要多提到一位我们常拜的，也就是地基主。地基主和土地公不同，地基主属于阴神，是住宅房舍的守护灵。他会成为地基主的原因是，这个灵体过去不幸过世在这里，但因为灵是靠精神发挥力量，所以有些人天生比较刻苦耐劳，拥有强大的精神力，就像是大家应该有听过苦行僧吧？他们透过挨饿、赤脚走路、不喝水来训练自己的精神力。有强大的精神力，就能拥有强大的灵力。当然啦，灵的能力不只是精神能够培养，修为跟智慧也能成为精神力。这些拥有强大精神力的人，他过世以后就会待在这个屋子中，保护住在这里的人。刚好趁这段时间等升职，帮助越多，累积的福报越多，最后就能从阴神变成了正神，变成福德正神这个职位。但是他变成福德正神之后，还要做更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福德正神不只是土地神，他还是财神跟福神，他可以保佑你赚钱，也能保佑你平安，甚至你家中宠物走失，也能去拜拜土地公，求他帮忙找。你家中有人过世，你也得要去拜拜土地公，跟他说，请他帮亡灵指路。我们之前说的天机为什么不可泄露那一集，就有提到十殿阎罗，一般人过世以后，前6天都不知道自己过世了，在第7天，也就是头七，土地公就会出现，跟死者说：“你已经死了，我带你回家一趟，让你见见家人最后一面。之后你就要去见十殿阎罗啦。”
通常呢，亡魂不会相信土地公说的话，土地公就会带亡魂去洗手。亡魂一洗手，发现指甲全部都变黑色，而且都脱落，跟尸体一样烂掉了，才会相信自己已经死了。这时候土地公呢，就会带亡魂去看完家里人以后，接着带亡魂到所属的城隍庙去报到，城隍爷就会出审，并且注销这个人杨氏的户籍，接着再由阴间使者押送到地府。福德正神是不是很像灵长或者是里长啊？当然啦，福德正神如果做得好，再升上去就会变成城隍爷。那么城隍爷再升上去呢？这我们就下次再说咯。所以其实我们所知道的神明们也都和我们一样，努力累积福报，帮助人们努力工作、努力读书，他们才能一直往上爬，并不会因为自己有神力而偷懒啊。另外有一点要特别提到，在仙人墓旁边有着一块石碑，刻着厚土，那不是土地公哦，那是地母娘娘，是这一块墓地的管理者以及守护神。对内要照顾我们过往先人能在此地平安，对外要阻止外来的恶灵入侵，和福德正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哦。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尾牙或者春酒。尾牙为什么叫做尾牙呢？在以前有一种职业叫做牙人，现在可以称为业务或者是中介啊，就是在买家跟卖家之间当一个中间介绍者。当时牙行为了祈祷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每逢初26都会祭拜土地公，因为土地公是生意人的守护神嘛。这个仪式称为做牙或者是牙祭。农历12月16日，也就是每年最后一次祭拜土地公，因此这个时间也被称为尾牙。以前啊，要吃到肉不容易，只有祭拜土地公的时候才会准备得如此丰盛。拜完以后啊，所有员工一起吃肉喝酒，所以才会有人说打牙祭。那么尾牙的习俗也是这么来的。至于吃的东西呢，每一尊神明喜好都不一样啊，像是虎爷就喜欢吃鸡蛋或鸡肉，太子爷喜欢吃甜食，土地公则喜欢花生、麻薯还有酒。花生呢，意思是好事发生；麻薯能把钱财黏住；酒则是财水来的长长久久。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每一间的土地公的神像啊，都有一些不同，而且每一种类型的人拜的都不一样。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土地公的各种形态。手持拐杖。农业社会最常拜这类型的土地公，因为土地公需要常常走动，但因为田间小路不好走，所以需要拿拐杖搀扶支撑自己，就会拜这种手持拐杖的土地公。手持元宝，生意人最常拜的就是手拿元宝的土地公哦。毕竟土地公也被认为是财神，如果是开公司就很适合拜这种类型，能庇佑生意财源滚滚来。一手拿如意，一手拿元宝，这也是目前最常见的土地公。如意象征的是吉祥，元宝则象征财富，这也代表加官进禄，双重吉祥的寓意哦。除了手上拿的姿势也会有一些不同哦。站姿的土地公通常会在乡下山间的土地公庙看到，因为土地公会四处巡逻。然而城市中的土地公大多都是坐着的姿势，因为要做很多文书资料太多上班族或者是公司行号来拜拜了，坐着做事情比较快。那么最后再说一个小小的题外话，我们上面提到的职位也有一派人是说福德正神是玉帝指派受封，土地公呢则是还没有接受玉帝的受封，他们是两种不同的神明。这派说法其实我也是认同的毕竟地基主再升上去变成土地公，土地公再升上去变成福德正神，福德正神再升上去变成城隍爷。但是呢，我想这些都不要紧因为神明希望我们做的永远都不会是去计较他们的头衔，头衔都是我们人才在计较的。满天神佛，他才不会管你这些呢，他们要的只是人们脚踏实地、认真的过生活，多做善事，多说好话，这才是他们想看到的。很多人也会觉得难过哎呀，为什么我自己总是拜拜神明都不帮我老王只能跟你说，如果你向神求助，说明你相信神的能力；如果神没有帮助你呢，说明神相信你的能力。那么每个月初都会有神明揭秘，各位的留言我都有看到，也会慢慢满足大家想看到的神明或佛祖，还请各位稍后咯。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有想要听的题材，欢迎你留言告诉我；有灵异故事，也欢迎你投稿给我，投稿位置就在留言处。我是老王，我们下次见。